接上集海玲刚回到店里，海童就来了。彤彤，你不用回店里吗？小军在那里，我等会儿和小飞去一趟我们的公司。小军怀着身孕不宜来回奔跑，他就留在书店里看店。小飞还没有来吗？我刚刚打电话给他，他还没有起床呢，我就跟他说在姐这里等他。姐昨晚没有睡好吗？今早那么早就出门了。是有点失眠了，睡不着就起来。我去医院看望了陆总，陆总他觉得是因为我他才会出车祸，让我走，跟陆太太说以后都不要让我出现在他的面前。这是我的错吗？被喜欢也是错误。姐，你别胡思乱想，陆总是知道了他的伤势实情，一时难以接受才会这样的。他不仅是不想见姐，也不想见我。我和战印也去看他了，他不仅不见我，也不让战印进病房。他通知了他家的保镖过来，在病房门口守着。他不想见的人根本就进不了他的病房。陆总连战印都不见了吗？他可能是觉得我们会同情他，他不想要我们的同情。我们不是同情呀，是关心他。出了这样的事，陆总又是天之骄子，知道了伤情，担心自己会因此就残了，要坐一辈子的轮椅，会接受不了，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同情他，钻这样的牛角尖，我能理解的。陆总对我说的话，我想他也是如此吧。姐，你能这样想，我也放心了。陆总对你说什么，态度再恶劣，都不是真心的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希望陆总不要自暴自弃，出院后能够坚持做复健，早点康复。会的，姐。陆总出车祸的事上了管城热搜，那些人胡乱猜测，把姐姐也牵扯进去了。海玲愣了愣后，掏出手机，战印让人把热搜的名次压下去了，很快就会撤出热搜。我倒是无所谓，就怕这件事会影响到陆氏集团。这个倒是不用担心，有战印盯着呢，而且陆家也安排了陆二少爷先去帮陆总稳住公司。姐，媒体的胡乱猜测，你千万别放在心上，不要自责，觉得是你的责任。彤彤，不用担心姐，姐不会认为真是姐的过错。陆总那里的消息，有好消息时，我会转告给姐的。希望陆总早点康复出院。战奶奶，我知道你以前说过的，若是海玲想在家，你给她牵线，让她嫁个好男人。怎么，现在躺在这里就失去了信心，想把海玲往外推了？你以为你是海玲的什么人？她的人生由着你来安排，你想把她往外推，也要你先把她揽入你的世界里，你才有机会把她往外推。你小子连人家小手都没有摸过吧？开始都没有开始，凭什么就替人家安排了？这里痛吗？战奶奶，痛，好痛。知道痛就是好事，证明你的腿还是有知觉的，不会瘫。当然了，伤筋动骨100天，想恢复如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。等你可以出院后，就找家复健中心，好好的做复健。战奶奶相信你总有一天又能像以前那样健步如飞的。战奶奶，我怕我一辈子都需要坐轮椅。现在医生都不敢一口咬定你一辈子都要坐轮椅呢。你小子是不是担心自己残了，会拖累海玲，所以不想见海玲？连阿印都被你拒之门外了，还说那些混账的话。你本来就没有追到海玲，说了那些混账话，让海玲难受，是真打算就此放弃？我一直都在帮我家那几个不孝孙物色媳妇人选，在物色的过程中，倒也觉得几个年轻人挺好的。我若是有孙女儿，都要撮合我孙女儿和其中一人呢。你要是觉得你真能就此放弃的话，那我就安排给海玲了。其中有个男人也是离了婚的，没有孩子。他离婚是因为在创业的时候太忙，没有时间陪伴妻子，导致妻子出轨，最终离婚的。现在他生意稳定了，也有点时间谈谈情说说爱。我觉得他挺适合海玲的，他同样离过婚，也不用担心他嫌弃海玲离过婚。战奶奶，那个人多大年纪了？海玲虽说离过婚，也有个孩子，但他还年轻，才30出头。对方若是年纪太大了，不适合海玲的。那个老总呀，比你年纪大一点，比海玲好像是大上10岁还是一轮吧。年纪大一点会疼人吗？战奶奶，他太老了点儿。着急了，担心了，既然放不下，就不要想其他，好好的养伤，好好的治你的双腿。东明，战奶奶相信你能好起来的，只要你不自暴自弃，好好休息，战奶奶不打扰你了。周家，叶佳妮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手机在看，脸上的神情是愉悦的。这个时候，周母回来了，还有周红英。佳妮，你别老是玩手机，对宝宝不好的。我在看一起新闻，姐又来了呀。姐不是嫁了人的吗？
怎么3天2头都往娘家跑？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姐离了婚，被婆家赶回娘家的呢。看我就很少回娘家的，怕惹嫂子嫌弃。你敢回娘家吗？你还有娘家可以回吗？你娘家人有多恨你，多怪你，你心里清楚。他们恨不得登报和你断绝关系了，还会欢迎你回娘家。我就不同了，我爸妈都欢迎我回娘家，我弟弟也不会说我什么。我的娘家，我想回就回。弟媳的嫌弃，能嫌弃我几年？还以为她怀的是哪吒，能怀个几年都不生，该接受的惩罚是跑不掉的。我知道你们一心想让红玲和我离婚，与海玲复婚。你们要是想害死红玲，就那样做呗。海玲命硬得很，她克夫的，你们没有看新闻吧？因为她追求她的陆总都出了车祸，可能残废，要坐一辈子的轮椅呢。你们要是让红玲和海玲复婚，谁知道红玲会不会被他克的也出车祸？红玲现在是跑网约车的。要不是看你怀着我周家的种的份上，我早就大耳光抽过去了。我看海玲不会克夫，是你叶佳妮会克夫，毒妇这样诅咒自己的老公。要不是红林，你现在还在里面蹲着，是他去帮你申请监外执行的，你还诅咒他出车祸，姓陆的自己出的车祸，关海玲什么事？海玲又没有接受他，是他自己要去找海玲，明明就是他老母追赶他，他才出的车祸。那些媒体就是胡说八道，为了博眼球，故意把海玲卷进去，无良媒体。周红英对起人来都不带喘的。自从你插足红林和海玲的婚姻后，红林就过得不顺，这都是你克的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，还好意思说海玲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海玲？你害得海玲母子俩还不够惨，到现在你向海玲母子俩道过歉吗？不过你也别太得意，等你肚里的那个丫头出来了，你还得进去继续蹲着的。等你重新进去了，我就给红林介绍一个女朋友，让她和你离婚，让你的女儿在继母手底下讨生活。谁说我肚里的是丫头？我的是儿子，我要生儿子，我的是儿子。就你这样的毒心肠，想生儿子，你只有生丫头的份。你以为你生了2个儿子就了不起？你能把你2个儿子养大再说嘛？养大了也不一定是你的，还会发生意外，还会生病，到时候让你晚年丧子。叶佳妮诅咒的话还没有骂完，就被周红英抽了一耳光。红英，周母装模作样的拉了拉女儿。佳妮怀孕后脾气反复无常，你跟她闹什么呀？妈，她诅咒我的儿子出事，那是你一手带大的外孙呢，你听着不气吗？我们周家做了什么孽呀？竟然娶了这样一个毒妇进门。你才毒妇，极品毒妇！你诅咒我生不出儿子，我不咒你咒谁了？我肚子痛，我肚子痛，是被他气到的。快坐下，要不回房里躺着。妈，他就是装的，他不止一次这样装着肚子痛了。红英，周母说了女儿一句，便扶着叶佳妮回房里。佳妮，我去拿冰块进来帮你敷脸。周母出去拿冰块，叶佳妮想到自己现在过的日子，委屈的泪水直往下滑。佳妮，你要去哪里？上洗手间。叶佳妮拿着手机进了洗手间，其实是要跟周红林告状。周红林在忙她得不到丈夫的回复。没用的东西，我当初怎么会喜欢你这种男人？出去时，叶佳妮一个恶狗扑食，整个人跌爬在地上。佳妮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痛。红英，快打120急救电话，佳妮肚子痛。妈，她一天能叫800次肚子痛的，别信她，还打120呢，那就是浪费医疗资源，还是留给更有需要的人用吧。佳妮刚才摔了一跤，快点打电话叫救护车。今天任你11一整天都敞开着店门。下午4点，海玲陪着杨洋在店里看着动画片。周红英进来了。姑姑，杨洋在看动画片呀。周姐来就来，不用买东西的。我来看我侄儿，总要给我侄儿买点好吃的。海玲，告诉你一个消息，姓叶的那个毒妇流产了。叶佳妮流产了。海玲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不是我动的手脚。我虽然看她100个不顺眼，平时也会跟她吵架，但我也不会对着她的肚子下手。是她上洗手间，在洗手间玩手机，蹲得太久，腿麻了，出来的时候不小心摔跤导致的流产，这是她的原因，与我无关哈。海玲，你都不知道那个姓叶的有多毒，他看到了新闻，就说你克夫，因为陆总喜欢你，所以你克的陆总出车祸了，还讽刺我们一心想让红林和你复婚，说什么若是复婚了，红林也会被你克得出车祸，说红林现在是开网约车的，最容易出车祸了，他简直就是个毒妇。海玲，那新闻上的事你别放在心上，媒体要怎么写就怎么写，我没有放在心上。都是我们的错，
红林和你好好一个家都被我们折腾的散掉了，现在看到红林把日子过得鸡飞狗跳的，我都替他烦。他的日子过得鸡飞狗跳，不也是你们的功劳？周红英也赶紧换了个话题。陆总的伤势怎么样？听说他成了残废的，下半辈子都要坐轮椅了。谁说陆总成了残废的？谁说他下辈子就要坐轮椅了？陆总会好起来的，不要信别人的胡说八道。你也不要再想着让我和你弟复婚，我和他这辈子都不可能的了。杨洋总要有个爸的，难道现在洋洋就没有爸爸吗？不管我和周红林关系如何了，他是洋洋的爸爸，这是一辈子也抹不掉的事实。不是，是我说错话了。我是觉得杨洋还是要在健全的家庭里成长才会快乐。我觉得洋洋现在很快乐，他什么时候都是很快乐的。以前他爸天天忙着上班，忙着陪其他女人玩，也没有怎么陪伴过他。现在他爸也是偶尔过来看看他，和以前有什么区别？洋洋早已适应了没有爸爸陪伴的日子，有我和彤彤他们陪着他，他无忧无虑的快乐健康的成长。你若是真心为你弟弟好，以后少插手娘家的事，少在你父母面前说你弟媳妇的坏话，少挑拨离间，他的小日子才能慢慢的好起来。否则你换100个弟媳妇都是一个结果。海玲，你这是在替星夜的说好话吗？他那么毒，还差点掳走我的小宝，我是恨极了他，发过是不想让他好过的。我不是替星夜的说好话，我是指出真正的问题所在。当初我和周红林会走到离婚这一步，难道没有你们的功劳？星夜的如今是什么下场？那是他当初做的选择，得到的结果。周红英脸红耳赤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海玲，我去买点东西就回医院去。我是跟我妈说出来买东西离开医院的。那个毒妇现在也没有人照顾，除了我和我妈，谁理她呀？周红英说完后，不等海玲再说话，赶紧跑了。妈妈，姑姑来做什么？没做什么，就是来看看洋洋。妈妈，陆叔叔今天怎么不来了？陆叔叔还没有好吗？陆叔叔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好。洋洋想陆叔叔了吗？妈妈，你能带我去医院看望陆叔叔吗？好，妈妈带洋洋去医院看望陆叔叔。妈妈，我要买一束花送给陆叔叔。好，海玲在宁云初那里买了一束花。海玲姐，我刚刚叫人买了些补品回来，是想让人送去给陆总的。你现在去医院的话，能帮我把这些补品一并带过去给陆总吗？我本想着自己去一趟的，但我看不见，不方便出门，只好拜托一下海玲姐了。云初，要不你和我们一起去医院吧？好。到了医院，陆东明依旧是拒绝见海玲，连他最喜欢最疼爱的杨洋，陆东明也说不想见。宁云初错愕不已，最后只有宁云初在陆太太的带领下进了病房。东明，你不想见海玲，也不想见杨洋吗？你不是说最喜欢杨洋吗？杨洋是个孩子，什么都不懂，你这样子，杨洋说不定会以为你不再喜欢他呢。陆东明不说话，陆太太眼睛又红了。四少爷，四少奶奶，那个战家二少爷又来了，不是跟他说清楚了吗？还说了好多次，玲玲现在不接诊不看病，让他另请高明，或者回去等着。他就算在我风尘山庄住下来也没有用，总不能不顾我的孩子，千里迢迢跑去给他未婚妻治眼睛吧。请战二少爷进来吧。玲玲，我又没有说我现在就去给战二少爷的未婚妻治眼睛，人家那么远过来，又诚心诚意的天天过来几次，来者是客，不请人家进来，那是咱们待客不周。你们家风尘集团与战氏集团不是有生意往来吗？看在大把大把的钞票上，也要礼待战二少爷呀。军情板着脸不说话。军四少，程医生。战二少爷，你还是为了给你未婚妻治眼睛这件事来的吧？战二少爷也看到我太太现在身怀6甲，离预产期不远的了，除了做产检基本上不出门，更不会出远门。真不是我们不帮你，是实在有心无力。四少，我知道的。现在程医生就算答应了帮我未婚妻治眼睛，我也不敢让程医生出门的。程医生能否请尊师出诊？不管要多少钱，我都出得起。需要什么条件，我也能答应。战二少爷，我师父他年纪大了，早已经不出诊，他老人家这2天也不在这里，很抱歉。战二少爷，我答应你，等我生完孩子满月之后，我第一时间就去帮你未婚妻治眼睛。听过你的描述，你未婚妻是中毒造成的失明，也能勉强看到人影走动，复明的几率是100%的。你不用着急，也就等上2-3个月，我就能帮你未婚妻治眼睛了。就算我还没有看过你未婚妻，但我敢说与毒有关的，我比很多人都懂，我有99%的把握能帮你未婚妻治好眼睛。
谢谢程医生。程医生有什么条件，尽管提出来，我现在就满足程医生的条件，然后等上2-3个月。我婆家的公司和二少爷家里的公司是有生意往来的，你大哥大嫂跟我兄嫂又是朋友，老五与你们来往更是密切。冲着这些，我也不能收占二少爷的钱呀。给二少爷的未婚妻治眼睛，我是免费的，无条件的。战奕晨感激不尽，得到了程玲玲的承诺，战奕晨放心了。知道陆东明出了车祸，战奕晨在回到管城的第2天，就和兄嫂一起到医院看望陆东明。战少，我们也很为难，我们四少爷还不想见你们，请你们先离开。你们四少爷醒了吗？醒是醒了，只是没有胃口，不肯吃早餐，不管是家里送来的还是海玲小姐送来的，四少爷都不吃，还把海玲小姐送来的早餐都打翻在地上。先生和太太现在还在里面哄着四少爷，多少都要吃一点。此刻四少爷心情是极为恶劣的。我不吃，我没胃口。东明，你不吃点东西，营养和体力都跟不上，怎么能好呢？你看看你妈，从你出事到现在，天天都不离你左右，熬的头发都全白了。我不饿，我吃不下去，我一天天躺在这里像个活死人一样，没有运动，消化不行，我根本就不饿，吃不下去。跟你们说了多少次，不要再给我送这么多吃的，我吃不下。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一餐能吃2大碗饭的陆东明吗？老陆，你别指责东明了，是我的错。东明都说不饿了，我还非要喂他吃。保镖进来后站了好一会儿才敢说话。四少爷，这二少爷来看你了。我不想见，现在我谁都不想见，让他走吧。战少和大少奶奶也来了的。我说了，我不想见，谁也不想见，我不想看到他们，不想面对他们看着我时那同情的眼光，我不需要同情。东明，出去跟战少和二少爷他们说，东明不见客。陆太太也跟着出了病房，看到战家兄弟后，陆太太的泪水一下子飙出来。阿印、奕晨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阿姨，陆总慢慢会好起来的。他心态已经崩了，说什么都听不进去，总说他残了，说他连坐起来都费劲，说他无法正常走路，他失去了自信心，他又不肯见人，不与人交流，这样自己闷着，钻牛角尖，怎么能好得起来？阿印、奕晨，你们不要怪东明，他现在是不想见人，有时候连他哥来看他，他都不想见，不让他哥进病房。他3个嫂子送补汤过来，更甚，补汤能进病房，3个嫂子都不能进去。他现在是看到谁都觉得别人在同情他，对他说一句关心的话，他也觉得大家是在同情他。伯母，东明现在能坐着轮椅出门吗？有空的时候推他出来走走，他整天在病床上躺着也闷坏了，推他出来走一走，散散心，能让他心情好一点。我们不能让他这样崩下去，那样会毁了他的下半生。只要帮他调整好心态，让他重拾对生活的信心，他才能好起来。他的腿动一动还会剧烈的痛，能坐轮椅，就是把他往轮椅上搬的时候，他又觉得自己没用了，连坐到轮椅上都无法自己做到。他对坐轮椅也很抗拒，说什么他一辈子都要坐轮椅了，说他残了。阿印、奕晨、海童，真的很对不起，你们天天都过来，总是让你们白跑一趟。伯母，东明慢慢会想开的，你别太担心。阿印，媒体记者那里，麻烦你们盯着点，不要让他们再写东明的伤势问题。东明每天还会拿着手机刷热搜新闻的。伯母，我留意着的，不会让他们在胡编乱造。战印他们走了吗？东明不想见他们，他们只能离开。东明，大家来看你，都是关心你，并不是同情。你不要再钻牛角尖好不好？陆东明不说话。老陆，你看着东明，我出去走一走。去吧，别想太多。东明只是短时间低迷，相信他会振作起来的。陆太太不是出去散心，而是去了忍你实践海陵。